同学们好，下面我们学习中医问诊之问睡眠。睡眠是人体适应自然界昼夜节律性变化，维持机体阴阳平衡协调的重要生理活动。首先来学习一下睡眠的机理。中医认为，睡眠与胃气的循行和阴阳的盛衰有关系。白天胃气行于阳经，阳气盛则苏醒；夜晚胃气行于阴经，阴气盛则睡眠。胃气在阳经和阴经正常的运行，以保持睡眠的正常。我们用一个图来表示：当我们睡觉的时候，体表未阳入里，体表则出现正常的空虚状态。因此，睡觉的时候体表阳气不足，所以当我们睡觉的时候，一定要盖好被子睡觉，以保护空虚的体表。睡眠时，阳气入里，体内的富含营养的阴液可以提供给阳气的营养，让阳气在人体睡眠的时候养精蓄锐，当第二天苏醒的时候，为阳出表，再保护人体。阳气入里则睡觉，阳气出表则苏醒。阳气在体表和体内运行，完成人体睡眠和苏醒的正常的交替。胃气的循行和人体内阴阳盛衰有关，还与气血盈亏以及心肾功能有关。当气血充盛，心神得养，以及心肾相交，肾阴充足，心火不至于亢盛，则神有所舍，这样睡眠才能保持正常。所以我们问睡眠，不仅可以了解人体阴阳气血的盛衰，还可以了解心肾等脏腑功能的强弱。问睡眠时，需要问睡眠的长短、入睡的难易程度以及有没有做梦。首先，我们来学习第一个内容，就是失眠。这是临床上非常常见的一个症状。失眠又称不寐或不得眠，是指经常不能入睡，或者非常容易苏醒，醒后不能再睡，或者眠而不酣，睡得不踏实，容易惊醒，甚至彻夜不眠，兼有多梦的表现。失眠总病机可以概括为阳盛和阴虚。我们用图表来说明。我们已经学习过，阴阳的关系是互根互用、相互制约的。当人体阴阳平衡，阳气入里则睡觉，阳气出表则苏醒。阳气正常的入里和出表，维持人体的睡眠和苏醒的正常。但是如果阳盛或者是阴虚阳盛，就会表现为失眠的状态。比如睡觉时阳气入里，当阳气亢盛，体内阴阳不平衡，多余的阳气不能被阴液所制约，而阳气的运动趋势总是向上向外的，因此亢阳出表就会表现出失眠的症状。另外，阴虚阳偏盛，同样也是阴液不能制约亢阳，导致了多余的亢阳出表，而表现出失眠的症状。阳盛以阳气的绝对亢盛为主，阴虚以阳气的相对亢盛为主，都会导致阳不入阴而出现失眠的表现。所以临床上的失眠主要以阳盛为主或阴虚为主的两种病理变化。阳盛为主，通常见于心火旺、肝火旺、痰热扰心或者饮食极滞等等。这些阳盛的因素会上扰心神，导致心神不安而失眠。如果心烦不眠、燥扰不宁、正冲、口干舌燥、小便短黄、口舌生疮，这是心火亢盛的表现。如果失眠，伴随有情绪急躁、多梦，而这个梦常常以噩梦为主，通常会伴有头晕头胀、目赤耳鸣、口干而苦、大便干结、小便黄，这是肝火旺盛的表现。如果失眠同时伴随有胸闷、心烦、恶心、呕吐、嗳气，伴有头晕目眩、口苦、舌红、苔黄腻，这是痰热扰心的症状。如果失眠同时伴有脘腹胀满、胸闷、嗳气、爱腹吞酸，或者是恶心呕吐、大便不爽等等，这是饮食极滞引起的失眠。以上这4种均是以阳气绝对旺盛为主的实证，
其中心肝火旺是阳盛最常见的病机。阴虚最常见的病机是阴虚火旺，它是由肾阴虚、心火亢盛导致的失眠。这种失眠以心烦失眠、心悸不安为主要的表现，同时伴有腰膝酸软、头晕耳鸣、健忘、遗精、口干、津少、五心烦热、神红少苔、脉细数等阴虚火旺的症状。另外，心血亏虚、心神失养也会导致失眠，它会见到彻夜不眠或多梦易醒、心悸健忘、神疲时少、头晕目眩，伴有四肢倦怠、面色少华、舌淡、苔薄、脉细无力等症状。另外，还有一种比较特殊的虚症的失眠病机，就是心胆气虚。这种失眠通常与胆子小有关系，常伴随着胆怯心惊、遇事易惊，容易因为一点点的恐惧和害怕的事情就睡不着觉，同时伴有气短自汗、倦怠乏力、舌淡、脉弦细等气虚的症状。这是心胆气虚、心神不安表现出来失眠的症状。以上是关于失眠的病机及临床意义的内容。下面我们来学习嗜睡。嗜睡是指不论昼夜睡意很浓，经常不自主的入睡，呼之即醒，醒后又睡的症状。根据阴阳互根互用及相互制约的原理，嗜睡总病机可概括为阳虚或者是阴盛。同样的道理，正常的胃阳在人体体表和体内运行的时候，出现苏醒和睡眠的状况。但是如果阳虚，阳气入里则睡眠，由于体内的阴液并没有亏虚，而能够制约阳气，所以入里的阳气再也不能出表，而表现出一直睡眠或者嗜睡的状况。而如果阳气并没有不足，但阴却亢盛，这种亢盛的阴通常是指的痰湿内盛非常明显。阴盛则使进入体内的阳气被制约，同样也不能够外出，而表现出嗜睡的症状。所以阳气虚弱的阳虚症，或者是痰湿内盛的阴盛症，都可以使阳入阴而不能出表，从而表现出嗜睡的状况。所以我们概括嗜睡的总病机就是阳虚和阴盛。阴盛为主的嗜睡主要见于痰湿困阻脾阳症，除了嗜睡的表现之外，还会见有胸闷、身重、食欲不振，尤其是吃饭之后特别容易困倦，很想睡觉。由于脾阳被困不能运化，还会表现出大便稀痰以及痰多、舌苔白腻等等症状。这是由于清阳不升、清窍失养所导致的嗜睡。阳虚为主的嗜睡，通常见于中气不足、脾湿健运，或者久病正虚或心肾阳虚等症。阳虚嗜睡的人，通常见于年老体弱的病人。除了嗜睡之外，还会表现出神疲乏力、食欲不振、少气懒言、多汗、畏冷肢凉、舌苔白润等症状。这是由于阳气亏虚失于振奋而导致的嗜睡。以上是嗜睡的病机和临床意义。本节课主要讲述了失眠和嗜睡的总病机和临床意义。本节课就讲到这里。